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最近燕麦奶实在是太火了，相信你们都有喝过燕麦拿铁了吧？那网上有无数的自制燕麦奶的教程，不过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：这些教程没有一个能让你做出跟市售产品同样口感的燕麦奶。不对，我这么说太不严谨了，是99%都不对。咱们先随机找一个自制燕麦奶教程跟着做，燕麦、水全部丢进搅拌机。细纱布过滤就完成了，是不是超简单？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。喝一口尝尝看，口感也还行，但总感觉哪里怪怪的，没有燕麦奶该有的香味儿，很淡。此时如果你想喝一杯燕麦热拿铁，来把自制的燕麦奶加热一下，恭喜你获得了一碗香浓的燕麦粥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的，我们烧菜时用水淀粉可以勾芡，是因为淀粉混合水加热后会产生糊化，形成粘稠的糊状溶液。自制的燕麦奶也一样，麦片中的淀粉在常温下不溶于水，所以过一会儿会分层，加热会变成糊糊。而市售的燕麦奶不论怎么放置都不分层，加热后也毫无变化。到底怎么做到的？来，我们复习一下之前做过的麦芽糖。1000多年前的老祖宗已经教过这个知识点了。麦子发芽时会产生淀粉酶，淀粉酶把淀粉分解成糖，就做出了麦芽糖。发现关键点了吧？淀粉酶就长这个样子，用它把麦片里的淀粉转化成糖，问题就解决了。Round 2。这碗麦片我先用水泡软，加入淀粉酶搅匀，静静等待一会儿，搅拌机搅打，过滤，尝一口。这次应该能喝到燕麦拿铁了，加热试试。恭喜你再次获得了一碗香浓的燕麦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再回去研究一下淀粉酶吧。最适宜作用温度为60到70度，看来问题出在这儿。Round 3。麦片泡软后稍微打碎，加入淀粉酶混合，小火加热到60度，放入烤箱保温，让麦片的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之间，等待2小时。取出后细纱布过滤。尝一口，终于有燕麦奶该有的淡淡甜味了。加热试试，质地也几乎没有变化，但是跟市售的燕麦奶比，总觉得口感缺少那么一点点细节。来看看配料表，偷试一下。Round 4。加一点点植物油、盐、纯净水，搅打均匀。再喝一口，喝起来就是有那味儿，香浓微甜，顺滑柔和，这就是我做好的真正的燕麦奶了。打个奶泡试试。终于能喝上一杯自制燕麦热拿铁了。其实了解原理后，过程完全不复杂，对吧？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也不知道这一期能不能收到大家的作业。反正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硬币，一键3连。